下一个环节是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期权实战特训营近期的经典案例啊。这个环节呢，我会跟大家每一个策略啊，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我们2026年的5月28日到7月29日这2个月的这个长线结晶策略、本周金股策略、赚钱信心指数大于80%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 EWY， 对吧？然后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一定要记一下。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双10%原则啊，我的建议是，就如果你没有练成期权高手之前，什么叫期权高手？我认为的期权高手啊，首先你做期权，如果是纯买方策略啊，纯方向性策略的话，你要有6个月以上稳健盈利的这个历史战绩啊，叫战绩可查，就像格雷震老师一样啊。然后如果你不是纯做，你做的资金量，比如说30万美金、5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量，你能够连续2年稳健盈利，我觉得这就是期权高手啊，连续2年稳健盈利，或者这种水平之前，我的建议是你的期权占用资金不超过总投资资金的10%啊，单一标的的期权仓位占比不超过期权占用资金的10%。什么意思？假设你有100万美元，你可以用来做期权的资金不能超过10万美元，你可以用来做某个标的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挂单的这个啊，加上了这个空单啊 ，2BLX 我们不是做的买方吗？那你不能做纯买方，你就不能超过10%，不能超过1万美元啊，这就是格雷震老师跟大家说的商10%原则啊。重点强调的是咱们的实战班直播教学账户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账户，往往会持有较多的标的，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啊，格雷震老师的标的有多少，对吧？不用每一个标的都要去重点关注，全力跟进，对吧？尤其是跟踪格雷震老师策略不足3个月的学员，一定不要每一个策略你用实盘去跟进啊！像我们目前还有几个实战班那个月班的学员啊，尤其是我们体验课的学员，我会明确的就是摸着良心跟你们讲，格雷震老师不是每一个策略都有把握赚钱的，虽然最近的胜率高啊，我觉得你可以重点跟踪的策略是哪些呢？一个是赚钱信心指数大于80%的策略，第二个是我们的每周金股策略，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长线结晶策略啊。那我们的长线结晶策略有哪2个呢？有 USO 和 EWY。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EWY， 我们的收益效果是怎么样的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格雷震老师一直虎口婆心，确实是虎口婆心啊。EWY 我们现在收益是59000，这是我们的收益，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波了啊，这已经是我都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波了啊。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绝对是有印象的，对吧？而且我们的持仓是非常多非常杂的。然后为什么做空这个 EWY？ 然后它的这个中长线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因为 EWY 是韩国指数，逻辑是他们的指数被海力士和三星绑架了，然后海力士和三星是属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供应链板块里面的，它就相当于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第2梯队，人工智能的第1梯队啊，全球的是美国和中国，然后人工智能的第1梯队他们的涨幅，绝对涨幅也好，或者相对涨幅也好，都没有这个三星和海力士高。就是第2梯队的涨幅已经超过第1梯队了，这个在常理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然后人工智能是肯定有一定的泡沫的，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裂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绝对会有一波破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韩股最近跌幅那么惨的原因。第3个是格雷震老师的一个认知啊，对世界观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三星和海力士是美国企业，它的总部在美国的话，他们有可能不会跌这么惨，但是因为他们的总部是在韩国啊，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啊，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些企业，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公司对应的它的总部就是在那个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对吧？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像苹果，它为什么就是在美国出现，对吧？像华为、像比亚迪为什么是在中国出现？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大国才能出大企业，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海力士和三星这么高的一个涨幅，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它是撑不起这个，就是不能长时间维持的，所以这就是我看空 EWY 的原因啊，所以也后面不断的去做空EWY 啊，然后是 USO 啊 USO， 所以我跟大家复盘，大家可以看一下复盘 USO 呢，我们的持仓啊，从之前的亏接近1万，然后到现在赚了1600啊，我们的持仓目前呢有这么多啊，这是 USO， 这是我们的长线结晶策略。然后本周金股策略有哪些啊？可能我们的这里面呢，我们实战班的学员呢就比较有印象了，一个是 BE， 对吧？ BE 赚了多少钱？大家有印象吗？一做进去啊，当时因为仓位可能用的多，一做进去亏了16000啊，因为一做进去就亏了16000啊。我们做空啊，我们7月1日做进去啊，在这个位置做进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做进去，然后还亏了16000。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里止损的话，我们是不是后悔？非常后悔。但是我们肯定这么大一截的下跌，你看从多少跌到多少？从300啊，7月1日最高价320嘛，跌到前2天最低价150左右，腰斩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这个策略用以卖养买策略的话，因为这个标的当时不太适合用买方啊，如果适合用买方的话，我肯定会用以卖养买策略啊，这效果那绝对是不要说赚50%了，这单个标的单个合约你赚个
你买个1万块钱的赚个10万100万跟玩一样啊。这个标的合计应该是赚了2万美金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标的你看到没有？7月8日啊，7月8日是哪一天？是这里啊，7月1日是这里，7月8日是这里，我们就赚了从亏16000到赚2万啊，这是 BE 啊。然后第二周的金股啊，接下来因为我们从进入7月份之后就感觉跟开了挂一样啊，每一个标的都是大赚啊，每一个标的都是大赚。BE、INTC 和这个泛林集团对吧？这里面都跟大家看一下，就能够知道格雷森老师为什么对金股策略那么谨慎啊，对长线掘金策略那么谨慎啊？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今年才选出来几个长线掘金策略啊？本周的主要策略，当时还叫主要策略啊，有2个 L2CX 和 INTC 的逢高做空啊，赚钱信心指数为80%，大家发现没有？这跟格雷森老师的这个又结合上了。第一个是要长线掘金策略，第二个是要本周金股策略，然后再加赚钱信心指数大于80%。那这个英特尔和 L2CX 它是不是大于80%的，对吧？它两者都满足。我们一做进去这个策略，这是泛林集团和英特尔当周的这个金股策略就赚钱了啊。泛林集团和英特尔后面应该都差不多赚了2万块钱左右啊。然后上周的金股策略是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上周的就叫 CRWD， 这2个肯定也是赚钱了啊，因为目前持仓还有啊。之前最多也是亏了6000左右啊，2个标的加起来是6000，但是现在也都赚钱了。因为在老师的持仓里面，我就不具体给大家去展示了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平仓啊。上周的金股是 MS， 然后赚钱信心指数大于80%的策略呢，因为我在实战班和体验课经常也会偶尔会给大家去讲，所以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去展示了啊。去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跟大家想着讲，就是一，你如果不是期权高手；第二个，如果你跟踪格雷森老师的策略不足3个月的话，你不要看到一个策略就想做，看到一个策略就想做，因为这对你有害无利。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格雷森老师的曲线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啊？这个曲线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我个人也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在过程中我知道哪些策略可以重仓，哪些策略只能轻仓啊。你看我不是主要私募是逢高做空吗？但是今天大盘涨得多不多？大盘涨得非常厉害了，已经算对吧？但是我今天的亏损是非常可控的。OK， 我们这个环节讲完了。其实这个环节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跟大家来回顾，哪些策略为什么我要去做，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对吧？这个是每周的这个近期的经典案例回顾啊。